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长得英俊帅气，却没有荷尔蒙吸引力。在当今的娱乐圈，很多男明星都缺少这种特质。很多小鲜肉满身肌肉，但浑身还是透露着一股阴柔风。甚至有些男明星在游和娘的道路上一去不复返。问题到底出在哪？接下来就介绍7位没有荷尔蒙吸引力的男星。01杨洋，他从火光中走来，正在热播。从很多官网都在转发这部剧来看，足见这部剧的成功。可是很多人不免将黄景瑜和杨洋放在一起对比，有一说一，差距还是很大的。那杨洋究竟是什么时候走向油腻的呢？他刚出道的时候看着还非常正，整个人都透露着少年气。就拿宝玉来说，他的眼里都透露着光。后来他又出演了左耳，彼时已经24岁了，但饰演高中生却毫不违和。而且军艺毕业的他仪态非常好，一部《微微一笑》让他再次出圈。他也因为这部剧成为了新晋流量小生。可仔细看发现他过于板正，网友辣评别太端着了。但是大部分的网友都沉浸在剧情里，没有太关注他的整个毛病。可没多久，杨洋就因为浮夸且油腻的演技被群嘲了。他特别喜欢皱眉，尤其是他甩面条的一个场景，真的没眼看。可是他本人却对这个场景非常满意。从此时起，杨洋就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。他似乎也意识到了大家说他的小哥是面瘫。在舞动乾坤中，他异常活泼。可惜的是，他用力过猛了。这回眸一笑真的好油腻。杨洋的脸的确好看，这是他本人都盖章认证的程度。但是太过自信也不是好事。他曾给自己的颜值打下了1000分的高分。其实杨洋一直都被偶像包袱给困住了。只要出门在外，他一定会拿起自己的镜子。看来帅而自知也不是一件好事。02鹿晗，鹿晗的脸在整个娱乐圈都是非常顶的存在。作为资深的爱豆，他的业务能力也没得挑。今年他开演唱会的时候，大家还在感慨，不愧是初代顶流。而且今年已经是他出道的第10年了。但是鹿晗的脸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，或许他就是下一个不老男神。但是他这张偏幼态的脸蛋却被人吐槽没有阳刚之气。的确，作为爱豆的他经常化一些浓厚的妆容，就会导致整个人看起来非常柔美。甚至和女明星同框的时候，对方也会被直接比下去。在择天记中，很多人都说他比娜扎好看，美的雌雄莫辨来形容鹿晗最合适不过了。除此之外，他也没有一个与神颜相匹配的身高。他在保镖面前的时，直接形成了最萌身高差。不仅如此，还暴露了55分的比例。的确，178厘米的身高不吃香。起初他还非常在意这件事，经常踮脚。和163厘米的王祖蓝合照的时候也是如此。登上热搜后，鹿晗也没有逃避，称只是想让后面的人也拍到自己。可他却有一个身高173厘米的女友。光看身高，真的看不出有任何 CP 感。虽然身高不能改变，但身材可以。鹿晗健身后的效果还是非常显著的。另外他本人也非常有负责，在自己最红的时候直接公布了恋情，给足了对方安全感。他对粉丝也是没得说，他经常给粉丝买奶茶，还会在演唱会结束后给他们发放打车券，也难怪可以红这么多年。03王一博，王一博也是爱豆出身，他的唱跳舞台非常有看点。连银发都可以驾驭，足见这张脸有多好看。他的身材也是没得挑。
在舞台上不小心露出腹肌后，真的很难不让人爱。后来他转型成了一名演员，但是他依旧没有放弃对自己的身材管理，尤其是一组湿身的照片，隐隐约约露出腹肌，直接呈现出了完美的身材。2019年，他又出演了《陈情令》，直接飞升了一线。剧中他是那个高冷的蓝湛，但是也有人说王一博是面瘫。除此之外，随着戏越演越多，他演技方面的争议也越来越多。就拿风起洛阳来说，他的原声台词不清楚。另外，他饰演的百里弘毅眼神空洞，目光呆滞。在《冰与火》中，他痛苦时的表情就是浮夸的哭。网友辣评：这眼泪是硬挤出来的。就算是演一些军人角色，但总感觉少些什么。很多人都认为王一博与角色的适配度不高。就拿长空之王来说，他和胡军呈现了两种不同的状态。他没有体现出军人的刚和硬，或许与王一博太精致的脸蛋有关。纵观他饰演的所有角色，都是一些话少、偏高冷的角色，但是他却经常通过歪嘴和瞪眼来演绎这些。他也被打上了木头美人的标签。另外，王一博虽然已经转型了，但是效果并不明显，他还在走流量路线。04刘昊然，前几年少年感3个字好像就是用来形容刘昊然的。他饰演的余淮至今让人记忆犹新，笑起来的时候，整个人都非常温柔。有一说一，刘昊然的颜值在一众男明星中不是那么突出，但是长相不够惊艳的他却足够清秀，一双单眼皮更是增加了他的辨识度。后来他转战电影圈，势头也非常迅猛。他凭借《唐探》等多部作品成为了电影圈的新秀，20岁斩获了26亿票房，21岁拿下百花奖，23岁成为100亿票房先生。可是随着年龄的增大，他也在面临着转型的问题。但遗憾的是，他的外形出演硬汉之类的角色似乎有点违和。除此之外，他的身材也近乎见光死。在真正男子汉中，他就曾露过肉，可是没有料，只有大肚腩。看来他没有健身的习惯。不过彼时的刘昊然才18岁，但他似乎没有想着改变这个现状。他在20岁的那年饰演了一个少年将军，可是头大肩窄的他真的没有什么说服力，与大家印象中那种意气风发的感觉差远了。这干瘦的身材真的没有荷尔蒙吸引力。更关键的是，自从他和周冬雨的绯闻传开后，他就失去了自己的粉丝。今年他的转型之作《燃冬》更是让人看不懂。不仅如此，他整个人就像换了一个人。就这样的状态和帅气根本挂不上钩。05王俊凯，有一段时间他的体重一度低到了96.4斤，这体重放在女孩子身上都非常瘦了，更别说一个身高182厘米的男人身上了。的确，王俊凯的身材一直备受争议。他出道的时候才14岁，要求腹肌未免太苛刻了。可随着年龄的增大，他也没急于改变现状。2021年，他在某综艺中有个泡澡的片段，可是他那消瘦的身材瞬间引发了热议。他肚子上的肉很松弛，这种精瘦的身材一看就没有任何力量感，能有魅力吗？有人会说这是少年感，可是比他还小3个月的吴磊却有整整8块腹肌，一看就是经常泡在健身房。其实大家想看到的是穿衣显瘦、脱衣有肉的身材。好在他非常听劝，这几年也开始频繁健身，效果还是很显著的。和他有同样困扰的还有他的好兄弟王源，他也是我们看着长大的，可是他的身高却不占优势，再加上他的脸看起来幼态十足，
就导致他和欧阳娜娜站在一起的时候毫无 CP 感。两人主演的大主宰让人看不下去，尤其是一些亲密戏份，看着真的抠出3室一厅。他穿西装的时候也多了一份稚嫩感，还没锻炼出成熟感和男人味的他还是不要轻易尝试这些戏。06彭昱畅。就在上个月，有狗子拍到彭昱畅和一女子一起吃饭，他本人也迅速回应此事，这是我交往了多年的女朋友。很多人都在祝福他找到了真爱。彭昱畅也算是靠演技出圈，可是已经快28岁的他还是小鲜肉行列的一员。后来他参加了《向往的生活》节目中，彭昱畅总是在默默干活，这让他收获了很多人的喜爱。同时他也是一个中二的搞笑男，但是他却因为不注重身材管理胖了。很多人开玩笑，我开始怀念起20多岁的鹏鹏了。他和张子枫站在一起的时候，两人一看就是兄妹。可是和大他8岁的江疏影站在一起，却没有那种年下的即视感。网友辣评：像小姨和侄子。尤其是江疏影在亲他的时候，他整个人直接僵硬了。或许再等几年，等他有了那种男子气概，就可以尝试这类剧了。07任嘉伦。任嘉伦算是靠演技出圈。2017年，他凭借广平王一角备受好评，从此便开始了自己漫长的古偶之路。他是锦衣之下中的陆大人，剧中的眼神戏真的非常有看点，而且他和女主的扮相以及剧情都非常在线，这部剧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。白蛇传说中，他的扮相也非常好看，整个人看起来仙气飘飘的。任嘉伦与古装剧的适配度太高了。2020年《周生如故》一经播出，就好评如潮。除去精彩的剧情和精湛的演技，这次的扮相更显英气。从此时起，任嘉伦算是坐稳了古装美男的称号。可一部《与君初相识》就毁掉了他的好口碑。在大家的心里，鲛人是这副模样的，可任嘉伦的却比别人直接黑了一个度。另外，这发套看着也非常廉价，看来他真的非常吃妆造。另外，他一个当红男明星，竟然没有腹肌。为了更好的诠释角色，他竟然穿上了肌肉衣，看起来没有一点性张力。另外，没有厚厚的古装加持后，他的55分身材暴露无遗。而且这个后刘海真的不好看，让他整个人看起来非常土。从路透的照片来看，任嘉伦腿上的肉也很多，再加上178厘米的身高，整个人看起来犹如路人。和女主站在一起的时候，也没有那种霸总的感觉。结语：今年暑假上映的《封神》里面的质子男团个个都非常有力量，他们基本上都有腹肌，看起来非常有男子气概。费翔不愧是大家喜欢了这么多年的人。其实，真正的阳刚之气不靠妆容，是那种与生俱来的气质。